何小然，昨天晚上最后一个打的电话的是谁？你把他请过来，咱们再做一期解密神秘来电。什么神秘来电啊？再说了，不都撤档了吗？今天一上午啊，就讨论你们的去处，没人接收啊，正僵持着呢。你们知道怎么样？咱们上热搜了，领导当机立断，这波红利必须吃。只要你把那个人请过来，咱们做个续集，咱们的节目啊，没准就能保住。太好了，香儿姐，我不去，那人不知道发什么神经，等他回味过来，觉得跑都来不及呢，还得回来恶心我，成心找茬呢。小钱，为什么要到乌苏去接一个破酒店？眼皮子就那么浅吗？昨天的事，您这么快就知道了？小七，你听好了，我让你到国外去玩3年，是做给别人看的。这几年你的见识、阅历，不是你任性的资本。小钱，得拒换人，赵明轩上任以来，处处打压云岚，这明显是要削弱云岚的地位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危机与机遇共存。我让你回来，就是想要你在得拒换人初期这个关键时刻，帮你哥哥夺回话语权。爸，这么多年，您一直把我当做排兵布阵的棋子流放到国外，打的就是用兵千日的算盘。但是我不想当棋子了，既然回来了，我也想试试下棋的感觉。给我3个月时间，我自然就会回到户部。至于这个破酒店，您就拭目以待。喂。哎，林总啊，来，你准备一下，跟我出去一趟。肖总，刚才没看见，这要去哪儿啊？咱们就别问了，跟我去就行了。肖总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现在肖总应该在忙着搬柴呢吧？祝你马到成功。这不是刚才那个说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吗？嗨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少个冤家还少堵墙呢，是吧？所以咱们俩现在定位是冤家，对吧？这些年就忙着抬杠了，是吧？说吧，求我做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因为你的热线，我们的节目呢又火了一把。只要你肯来做这一期，我们的栏目就可以继续做下去。不过你不用紧张的，到时候只要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稿子念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你觉得我不去是因为紧张吗？现在让一档节目起死回生，报酬这么低廉。肖总，有什么忙我可以帮得上吗？洗耳恭听。来，去吧，对半砍价，然后把菜的最终价都记下来。去。您好，老板，这个西红柿多少钱啊5块多。2块5卖吗？不卖。那这个菜花呢？多少钱一斤啊？菜花6块。 3块钱一斤卖吗？走，哪有这么搞价的？老板，水库草鱼多少钱啊？这个16。6块钱一斤可以吗？这个都8块。那10块钱再送一串肠呢？还送肠？不卖。多买点的话15。你不是买东西的，你往前走看看好不好？满意了。辛苦了。走吧，下一站吧。你要是这家面啊，排这么长的队，还只能自己排队，不能取号的。先排着吧。哦，老板，你能收微信支付吗？啊，没现金赶紧走，别在这捣乱啊！他们这儿只收现金，我没带钱，要不下次咱们再来吧。我不喜欢等，不管是下次，还是解释，还是道歉。请不走数。味道不错啊，怪不得老板脾气那么差。
这里客人还那么多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家的？对了，帮我去问老板要个微信号。他们付款也只收现金，你觉得老板会有微信吗？那就要个电话号码。老板，麻烦您能给我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吗？250号是哪位的？来，我来。250号是吧？啊，哎，小心啊！谢谢啊。是谁的？我来。13号在哪儿？这里。哦。谢谢老板。老板说了，打了也不一定接。嗯。请问肖总，今天您还满意吗？我们的节目是晚上10点，你9点到就行了。把我的微信从黑名单里拉出来，不然我怎么找你啊？对。然后肖尚奇，你看。嗯。那晚上我到大门口等你，接到你之后呢，我们就先对一下稿子啊。是若要去了。大家帮大家这种没有水准的深夜节目下架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生气了？恭喜你，体会到我1/10的感受了。怎么还不来呀？开场白都是用的录音。别着急，没事。等这首歌放完了，他不来我上。来得及吧？大姐，你可来了，你的热线人呢？在哪？在什么在？在哪儿啊？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78.8，大家帮大家，我是主播小何。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昨天晚上那通神秘电话，其实来电的人是我失联多年的朋友，他叫小肖。我们俩的故事还要从很多年前开始说起。那个时候我高中刚转学，第1天就遇上了几个小混混。你们想干嘛？我们是想跟你交个朋友啊。滚！走。当时是小肖见义勇为帮了我，从此以后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。在学校里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岁月，也收获了真挚的友谊。这么纯粹的友谊，却在某一天戛然而止。今天，我的朋友小肖，他来到了直播间。让他来跟我们讲一讲那些不堪的往事吧，好吗，小肖？好。他这是放的录音吗？不知道啊。小肖上了大学，就开始交各种各样的女朋友，脚踩 N 条船。我曾经劝过他，但他不听。小肖，你为什么不整理好一段感情之后，再开始另一段感情呢？我不喜欢等，
人家只收现金，我没带钱，要不下次咱们再来吧。我不喜欢等。后来小肖就给女朋友们买，信用卡被刷爆了，他就去弄什么小额贷款，后来利滚利，还不上钱，就找我来借钱。那一刻，我心软了。他毕竟是我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，我借给了小肖钱，他就失踪了，失去了联系，他跑路了。小肖，这次你再找上我，你想干什么呢？我应该为我的背信弃义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何小然，对不起。这3年在国外过得还好吗？比你好点。没交什么新朋友？何小然，你为什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？随便聊聊嘛。比起这些，你是不是应该为了你之前的背信弃义，和我说声对不起？你什么时候对道歉这件事这么执着了？我应该为我的背信弃义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何小然，对不起。晚了，不是所有的道歉都会被原谅。小肖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多说无益。希望以后你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。我们来听一首歌吧。稳了，老贺发消息来夸了。小何主播，我在江北大桥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对不起。何小然，你的同学走了，没留人家请人家吃个饭？你先别管什么同学了，节目留没留？定了吗？留，老大说有意思，有话题。老贺啊，有件事我得跟您坦白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今天节目我用的是录音。录音，时间没对上，说的跟咱哪天没用录音似的。稍微的剪辑了一下。何小然，你这性质够恶劣的。这不是为了保节目吗？你放心，责任我一个人担着，后面的检查一个字都不会少的。这样，我带着节目组去找找他，该赔礼赔礼，该道歉道歉。行了，这事以后再说。走，我请客吃大餐去。喂，何主播，你能来一趟吗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请你离开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不是昨天那个来骚扰的人，你听不懂吗？何小然，何主播，这人非说是你朋友，你认识吗？小肖啊。何主播，我们刚刚在节目里对话过的。没事。不过是稍微借用了一下你的声音而已，只要你不上赶着来认领，没人知道是你。OK？ 稍微借用，经过我同意了。用都用了。你那叫恶意剪辑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小然能走了吗？能。不能。走吧，想吃饭去了，饿死了。走啊！走啊走啊！走！哎，走。哎，这节目奇葩听众也太多。你看这群里有个孤星一直在刷屏，说什么让小何主播去大桥下去。哎，老贺啊，打电话去。下午是不是？刚才我跟你朋友小肖打电话，人家说那个录音不是你剪辑的，是他自己接受采访的。他这么说？
多大点事儿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少大人。夜晚的故乡，你赶紧回吧，小何主播不可能去的。他不会想不开吧？不然干嘛约在这儿啊？张元这个大家帮，那可是黄金档中的黄金档。你要能跟热线接通，你要能跟主播说上话，那要在自己朋友面前炫耀1个月还有多。有啊，你说的什么歌啊？哎，那个，我先走了，我突然想到我有事儿。那我送你呗。哎，不用了，你们继续玩，替我多吃点。小何主播，你终于来了啊！刘先生，你就是对，就是我，小姐，你别害怕啊，我就是想临死前跟你好好聊聊。哎，你真的别害怕啊，没事。那你想你干什么？有什么话和我说就行。喂，这儿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听我说。下来啊！骗取同情心，引诱对方过来，你手段真够恶劣的。你是谁呀？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啊？你凭什么说我骗人？我就是活够了，我想死之前跟大家聊天，不行吗？啊！刘先生，你刚刚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？你下来，咱们说好了。你先下来。小何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我听了你好多栏目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。为了他，我不惜借了很多钱，结果他拿了钱，再也找不到人了。他们逼得我妻离子散，我是躲了一个城市，又躲一个城市，我没有地方去。我在这个城市已经漂了半年多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或许在他故事里，你才是失联那个人，他拿着钱都找不到你的。不可能，他欠我钱，没有消息了。一个人若是真的想躲，拉黑删除，远走高飞，你再穷追不舍也没有意义的。刘先生，没事的，你先下来。你干什么？不许报警！我录像的，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别拍我！别拍我！对了，我听说淹死的人最难看，尸体被泡发的连爸妈都不认识。也对，你都妻离子散了，大概也没有清楚认尸这个环节了。还有，你叫来的这个小何主播，最擅长2次剪辑了。到时候你死了，他把故事一编辑，保不齐变成什么样的。别拍了！
是吧？平时不敢去死。柳先生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牢。你进去。在你的眼里，我现在的生活过得一地鸡毛，但我就喜欢这种低着头扒拉扒拉鸡毛，突然出现一只鸡蛋，我就开心到手舞足蹈的日子。你想啊，你之所以会感到绝望，那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还抱有很美好的期望。只要活着，就算没有好事发生，还怕没有坏事吗？只要有事，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，这死水里面就算是有了波澜，只要你努力的在里面扑腾扑腾，这日子就一定会越过越敞亮的。是啊，哪怕有点坏事呢。这些年我还就学会怎么面对了。这人到了谷底，以后的每一步就都是上坡路，你说是不是？小恒，谢谢你的来，谢谢。加油！所以你为什么跟来？怕你被人顺到河里去。我还没等到你的道歉呢。行，那今天咱们就摊开说。就因为我当年撕开了哥们这层纸，我就得跟你道歉是吗？什么叫撕开哥们这层纸啊？那你回答我，那天晚上为什么走？哪天？毕业晚会那天。有个男孩喂，住在酒店里。菲儿，他偶尔也会去。你一个人在哪里啊？帅气。毕业之后，会走向不一样的路。也许。菲儿。怎么了？别怕。哦，那天我有急事，中途就先走了，所以第二天没能送你去考试，抱歉。那个你都看到了？那是什么？那个视频。什么视频？要不，先把微信加回来。干什么？反正平时电话也不怎么用，短信也不怎么看，再加上我办公室信号也不好，还是用微信吧。谢谢。
修这个可费我老大劲了，电信号我都跑遍了，终于给你修好了。谢谢。您这爱好还挺特别的，这好多年了吧？嗯。那我先走了。小何主播，我以后不能经常听你的节目了。你的朋友小肖给我买了车票，我决定回到家乡，重新开始。祝你一切都好。叶花儿，今天录了几条？看一下。重组家庭的暗战，闺蜜和我弟2、3事。校园那边还有什么呀？咱们别录音了，以后接真正的听众来电吧。真的听众？真的听众能有几个呀？再说什么咱们也控制不了啊。那就有几个接几个。再狗血的录音，也只是一时的吸引别人的注意力。要想节目做得长久，那必须得真正的帮到别人才行。哟，这还是何笑然呢，斗志燃起来了。我只是不想像刘先生那样让他把我也给安排。何笑然说的是对的，咱们这个节目虽然勉强保下来了，但咱没有听众，没有口碑，说撤还不如撤了。所以说，如果咱们能拉到广告，就有时间慢慢的培养咱们真正的听众和口碑了。多大点事儿啊！我回去让我妈给咱们冠名就行了。那你还是让你妈直接给我们打钱吧。不是我打击各位，还广告呢，咱1年多连个口播都没捞上吧？不过有个机会，下个月就是广电的招商会了。嚯，你步子迈得够大的。广电系统招商会1年就2次，有多少节目要上招商会，挤破脑袋。你好，你好，能帮我们扫个二维码投个票吗？谢谢啊，谢谢，一定要帮我们投啊！一定要关注一下，关注。后面有二维码，啊，不用。谢谢谢谢，扫二维码就行。能帮我扫个二维码吗？帮我投个票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你好。关注一下，谢谢。一定要关注。帮我们扫个二维码投个票吧。谢谢啊。欢迎加入校通讯社，校通讯社欢迎大家。学姐，你们通讯社有什么赠品啊？这动漫社送了钥匙扣，文学社送了笔记本，你们呢？我们什么都不送，但是你只要加入了通讯社，就可以为自己发声，可以展示自己对生活的态度，也可以记录下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伟大和平凡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我可以给你们讲解一下我们之前做过的精彩报道。好。就在上个月，我们去采访了一个学校。校园这边。你傻不傻呀？机器重要还是你身子重要？机器不值几个钱，但是里面的影像、采访的内容可有价值了。这要是在战场的话，可没有第2次机会了。校园，你就这么想当战地记者？那当然啦！如果你没有办法阻止战争，那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。王总，您能再给我点时间吗？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。我们大家帮大家是一档很有意义的节目，而且已经有10几年的历史了。它涉及了情感、生活、文化各个方面。要不我约上您下个星期的时间呢？王总再见。你要的文件。
帮我叫辆车。您是要出去吗？停在对面车站。不用，师傅，谢谢，不用。再叫一辆。好。不用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肖总，师傅说他不搭车。肖总，我听说小何主播最近在忙招商会的事情，每天都这么晚才下班。谢谢啊，师傅。做好背景调查，包括他接受的所有采访说过的所有的话，还有他的家庭背景信息。你要确保你知道他对什么话题感兴趣，还有他的语言壁垒在哪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是小王呢？啊，对。证据确凿吗？我亲自去食品厂取样，找人化验了，含量确实超标，只是还没有相关报道。找台长签字，争取插进整点新闻。好嘞。行，散会吧。周主任，交通广播的何孝然，我知道你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周主任，您是这次广电招商会的负责人，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帮一个上台的机会啊？我们现在在热度榜已经挤进前10了，你看，而且最近也上过热搜。也在接洽一些意向客户。何小然，你这前10的热度真不真实？是怎么来的？还有你是怎么接洽客户的？其实我是有所耳闻的。我听广告部的同事说，最近有很多客户都在投诉，一位姓何的主播频繁地打扰他们。但是也有2家客户表示，他们愿意在推介会上进一步了解我们的节目。10分钟行吗？我知道其他的栏目在推介会上都有3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只要10分钟就行。而且我听老贺说，10年前您也曾经是大家帮的主播，我相信您对这个节目一定也是有感情的，对吧？能不能给我们一次机会啊？你这是把轰炸客户那招用到我身上了。8分钟也行。我倒是挺佩服你缠人这功力的，跟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拼。这样吧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周主任，我是季风的总经理肖尚奇，欢迎。肖总年轻有为啊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同事，大家帮大家的小何主播。啊，认识的。老同学，老朋友了。也不是那么熟。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喂，我可帮你说不上话，人微言轻的。放心吧，你工作的大致内容我已经清楚了。编听众录音，发传单博关注，对客户死缠烂打。现在跟着领导跑场地溜须拍马。何小然，这就是你想要的？你好闲啊，什么都知道。你尽快辞职吧。如果你继续在乌苏待下去，你这个人就废了。上次怪我没有把话说清楚，等我把手头的事忙完，你就跟我回互补。哎，怎么样？可以开始了吗？那这边请吧，先去宴会厅。好，走。这里就是宴会厅，虽然看起来设施有些老旧，但是布置完之后还是挺不错的。没事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毛病，一到灰尘比较大的地方就有点敏感。地毯是有一阵子没清洗了吧？看来我这老同学现在又多了新毛病了。乌苏的环境没互补适合你。
我呢，就是在空气好的地方待太久了，所以一到这种脏的地方就比较敏感。这里风景挺美的。环境不错吧？周主任啊，您看这杯子里面是不是有一层灰啊？你们这洗的不干净啊！你什么时候变成完美主义者了？这眼神啊，在深夜节目里取材了。我不是完美主义者，我是真实主义者，也不知道肖总在这种环境下怎么忍下来的。我们这里的优势呢，就是地理位置比较优越。接下来呢，客房。请。客房隔音差，床太硬，还有办公桌有破损，卫生条件堪忧，用品廉价，而且这儿的装修也显得有些旧了，而且他们这儿的早餐出了名的难吃，团餐估计也好吃不到哪儿去吧。听说最近还老停电呢，前2天我还碰上过一次。要不咱们再看看别家？确实像你说的哈，这儿的硬件条件不是太让人满意。但是肖总说的也对啊，这地理位置多好呀，离咱们台多近啊！再说肖总的方案我也看过了，那里面除了对过去5年的活动做了很详细的调研之外，还添加了无塑历史风情的那个设计，我觉得特别吸引人。周主任放心吧，你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都会修正的。其实我们还打算为了招商会翻修整改整个酒店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保证招商会圆满举行。那真是太好了。不过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啊，我个人觉得这个报价是不是还是有点虚高啊？能不能再减一减，打个8折？周主任，咱们是第一次合作，其实呢，我也想代表季风表达我们的诚意，尤其是何笑然，他是我的老同学，这个面子一定要给。不用了，咱还是公事公办吧。既然笑然觉得房间设施不好，那房费就免了。还有他觉得餐厅口味不满意，那餐费也免了。你们就出个场地费就行了。周主任，那你再考虑考虑，我还有事，期待我们的合作。好，谢谢肖总。谢谢。谢谢。小何啊，这面子够大的呀，这可给咱们台里省了不少钱。行了，现在我不想让你上台都没这个机会了，给你1个名额，时间跟别人一样，都是半小时。不过你的稿子在上台之前必须给我过目过关才可以。谢谢周主任。行，那我回台里了啊。怎么到底还是欠他人情？我就知道不能由着他接待，3年不开张，开张赔3年，费用全免，靠着实惠取胜的。全免，就为了那个女主播。看来林副总对我的决定不是很满意啊。怎么会呢，肖总？我是理解肖总的高瞻远瞩的，这毕竟黑红也是红。黑红？不，肖总，林副总的意思可能是，咱们低价竞争可能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嘛，万一搞砸了，不就难堪了吗？怎么说话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所以我答应了周主任，把我们酒店都翻修了。方案他提了点意见，我看了之后，还真是我喜欢的风格。翻新，这哪来的钱呀？钱，我们自己承担。那客人怎么办？取消之后的预定，现在的客人退房之后，开始翻修吧。爸，做什么这么毛毛躁躁的？您看看这个吧。支出这么多，自打小齐去了以后，支出金额就越来越大。咱现在赔的可不止那笔运营费了，
现在这个季风他就是个无底洞了吧？您还任由他这么折腾吗？赵明轩什么态度？还能什么态度？看笑话呗。现在行业里都在传，咱们云岚出了个绣花枕头，早晚要把基业败光了。但我看这个消息就是他散出去的。但再这么下去，咱们的口碑肯定会受影响啊，爸。他要3个月，我给他。如果再没什么起色，我看他怎么说。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啊！他真的不像萧家的人啊！你盯着就行，不用管。让他折腾，他闹的笑话越大，萧家的面子也就丢得越多，明白吗？